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李路的《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李路是 Himalaya Capital 的创办者，他在2003年打破了 Charlie Munger 数十年来不将资金交由外部管理的惯例，获得了其家族资产的直接划拨。在随后的20多年资本配置中，李路跨越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与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依靠对亚洲与北美核心资产的所有权持有，兑现了显著跨越经济周期的资产增值。他的这本《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是一场跨越历史演化与金融实战的严密推演。他将人类2000年的经济停滞归结于光合作用的能量上限，揭示了 3.0 科技文明如何通过自由市场网络打破马尔萨斯陷阱，实现财富增量的正和博弈。以此宏观规律为基石，全书剥离了资本市场的投机噪音，论证了超额收益的真正来源，并利用每年数百万理工科毕业生的客观数据，确立了中国迈入工程师红利时代的核心节点地位。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探寻现代文明打破经济零和博弈的物理学机制，并在这一客观规律上寻找资本市场产生长期复利的真实根源。1945年二战结束后，全球版图分裂成两个平行的经济体系，一方是由美国主导，包含西欧、日本及部分新兴国家在内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体系，另一方是由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这两个体系在随后的40多年里展开了一场关于资源配置与运行效率的真实较量。决定这场较量结局的并非单纯的核武器数量，而是经济网络的运转法则。英国经济学家 David Ricardo 在18世纪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在一个经济网络中，每个参与者只需专注于生产自己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产品，然后通过自由交换，就能让所有人的总财富实现最大化。当人类跨入以现代工业与科技革命为标志的 3.0 科技文明时代，这种比较优势的威力开始呈指数级放大。现代科技创新的本质是信息的交换与知识的叠加，一个网络中包含的人口规模越大，分工越精细，思想碰撞的节点越多，其产生新技术的速度就越快。西方主导的自由市场网络覆盖了全球绝大多数人口与资源。在这个庞大的开放系统中，基础科学、工程制造与消费需求形成了畅通的循环。相比之下，苏联的计划经济网络虽然在内部实现了高度的指令统筹，但其覆盖的人口基数与资源种类存在物理上限。随着冷战进入以半导体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较量阶段，封闭网络的劣势全面暴露。一块微处理器的研发与制造需要光刻机、高纯度硅片、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以及数以万计的顶尖工程师协同工作。孤立的苏联体系根本无法在内部独立复制出一条媲美全球分工的产业链。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两个网络的差距显现为不可逆的技术代差。1991年苏联解体，从经济演化视角审视，这是一个较小规模的封闭网络被全球最大自由市场网络在效率上击溃的必然结果。自由市场不是一个静态的交易场所，而是一个具备排他性的动态迭代系统。当全球形成一个统一的自由市场时，任何试图脱离该网络、建立封闭内循环的国家或经济体，都等于主动切断了知识与技术的复利源泉，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相对衰落与停滞的客观结局。宏观层面的自由市场网络提供了科技演化的环境，而真正将无形的知识转化为实体财富的微观节点是现代企业。185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有限责任法案，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种全新的组织形态，开始大规模重塑人类社会的运转轨迹。在农业文明时期，由于缺乏风险隔离机制，大规模的长期协作几乎无法开展。有限责任制度的出现，斩断了投资者的无限连带风险，使得社会上分散的资金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聚集起来。随后，
股份制企业进一步将资本要素与具备专业技能的职业经理人、科学家和工程师结合在一起。企业不再仅仅是一个买卖货物的商铺，而是演变成了 3.0 文明网络中最高效的信息处理与资源配置中枢。1925年成立的贝尔实验室，完美展现了现代企业对科技创新的组织能力。作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研发部门，贝尔实验室聚集了当时全球最顶尖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他们在这里发明了晶体管、激光器、太阳能电池以及信息论。这些直接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技术，并非诞生于孤立的象牙塔，而是诞生于以商业盈利为导向的企业组织内部。企业利用前期积累的利润投入基础研发，将实验室里的公式转化为可量产的电子元件，再推向全球消费市场，换取更庞大的现金流，继续投入下一代技术的攻坚。这就是 3.0 文明正和博弈的微观真相。企业通过精密的内部管理，协调成千上万名员工的工作，消化极其复杂的供应链，不断降低产品的边际成本，提升全社会的生产效率。财富的增长不再依赖于对土地的侵占或对农奴的剥削，而是实实在在地来源于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盈利增长、技术专利的累积以及生产效率的革命。在这个统一的全球市场中，那些拥有极强护城河与卓越管理层的优秀企业，构成了驱动整个人类文明财富总量持续膨胀的核心发动机。如果实体企业是 3.0 文明创造增量财富的发动机，那么资本市场就是衡量这些财富分配的精确刻度尺。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 Jeremy Siegel 曾完成一项浩大的金融史工程，他搜集并测算了美国自1802年至2012年长达210年间各类核心资产的历史真实收益数据。结果显示，在210年前投入$1，如果选择持有法定货币，这$1的真实购买力最终缩水至不到$5。政府为了应对债务与经济周期，必然会持续增发货币，法定货币的长期贬值是不可逆的数学规律。如果选择购买黄金，这$1在200多年后会变成$4.52，其年化实际收益率仅为极微弱的 0.7%。黄金作为一种不产生任何现金流的惰性金属，锁在金库里200年，它依然只是一块金属，无法分享任何科技进步的红利。然而，如果将这$1投入到代表企业所有权的广泛股票指数中，扣除通货膨胀后，这笔资产会暴增至惊人的$704,997。在横跨2个多世纪，历经南北战争、2次世界大战、大萧条与无数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股票资产的长期年化实际收益率 （real return） 始终稳定维持在 6.6% 到 7% 的极窄区间内。这个 6.6% 的年化实际收益率绝非随机出现的数字，它精确对应了同期美国实际 GDP 的增长率加上企业提供的股息率。这组跨越2个世纪的铁证戳破了资本市场最普遍的错觉：股市从根本上讲绝不是一个供人厮杀、互掏口袋的零和赌场。股票的底层属性是对上一画面中那些正在持续创造增量财富的优秀企业的所有权。当你持有一篮子代表 3.0 文明最先进生产力的股票时，你的财富增长既不依赖于黄金的稀缺，也不依赖于交易对手的失误，而是100%依托于这些企业日复一日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至此，财富积累的数学机制已经彻底清晰。但这就引出了一个矛盾：既然长达210年的历史数据证明，只要长期持有企业所有权，就能极其稳定地享受 7% 左右的实际年化复利，为什么在现实的交易大厅里，绝大多数参与者最终却落得倾家荡产、黯然退场的结局？到底是什么力量阻挡了人类去获取这份确定性的财富？人类的大脑皮层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演化，其中超过 99% 的时间是在充满饥饿与死亡威胁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度过的。在这种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食物无法长期保存，进化机制将生存奖励赋予了那些优先满足即时消费
并时刻跟随群体行动的个体。草丛中的一丝一响代表着掠食者的攻击，脱离部落意味着迅速的死亡。这些为原始生存而生的生物学本能、短视、从众、对及时反馈的极度渴求以及对波动的剧烈恐慌，被深深地刻进了人类的 DNA 密码中。当时间推进到现代资本市场，外部环境已经跃升为 3.0 科技文明，但人类体内运行的依然是 1.0 采集文明的硬件代码。投资者每天面对交易屏幕上不断跳动的红绿数字，大脑杏仁核处理这些价格下跌信号的生化反应，与史前人类遭遇野兽袭击时分泌的恐惧激素如出一辙。这种严重的错配导致绝大多数人将原本分享实体企业成长的正和博弈扭曲成了追涨杀跌、互相倾轧的零和投机。为了将这种群体性的非理性具象化， Benjamin Graham 在1949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商业隐喻：市场先生 Mr. Market。 假设你与一个名为市场先生的合伙人共同拥有一家私人企业，这位合伙人患有严重的情绪躁郁症。当宏观经济数据向好，货币政策宽松时，他会陷入极度的亢奋，向你报出一个极其离谱的高价，企图买下你手中的股份。而当局部地缘摩擦爆发或企业季度利润略微不及预期时，他又会坠入无底的抑郁，哀求以极低的价格将他的股份全部抛售给你。回顾1929年的华尔街大崩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随后的3年内从381点雪崩至41点，跌幅高达 89%。 在此期间，许多美国核心企业的厂房依旧在运转，流水线上的产品依然在产出，但其在交易大厅的报价却被抹去了90%。无数资本市场参与者倾家荡产，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将理性的判断权拱手让给了市场先生。他们让一个情绪失控的搭档来决定自己资产的真实价值，最终在群体恐慌的裹挟下被无情收割。在长期的资本配置中，价格的剧烈波动从不是风险本身，顺应本能的盲目交易才是毁灭财富的根源。1874年，苏格兰工程师 James Eads 在设计跨越密西西比河的圣路易斯大桥时，贯彻了一项严苛的工程学法则：如果测算出一列火车的最大通行载重是10吨，那么这座桥梁的承重结构就必须按照能够承受30吨的标准来建造。这种巨大的结构冗余是为了吸收极端恶劣天气、钢材物理疲劳以及测量误差带来的灾难性冲击。当这一工程学法则被应用到金融资本市场，便构成了抵御不确定性的核心防波堤安全边际 Margin of Safety。 要在市场先生不可预测的狂暴情绪中存活，仅仅测算出一家企业的内在价值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一家企业的未来现金流折现估值为1亿美元，以9500万美元的价格买入，根本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的保护。一旦宏观关税政策调整，原材料成本剧增或管理层出现战略失误，这微薄的差价会被瞬间击穿。只有当市场先生因为恐慌将报价打压至5000万美元甚至更低时，结构性的缓冲垫才真正成型。安全边际将投资者的容错率大幅拓宽，它在资产结构中强制画出了一片隔离带，吸收了人类预测未来的固有缺陷。然而，要精准测量出这个5000万美元的安全底线，前提是必须画下一条绝对不可逾越的红线，这就是能力圈 Circle of Competence。 Thomas Watson 在20世纪中叶缔造了商业机器巨头 IBM， 确立了早期计算机产业的霸主地位，但 Warren Buffett 却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坚决避开科技类股票。这并非因为智力短板，而是基于对能力圈边界的认知。能力圈要求投资者对某几个特定行业的商业模式、竞争格局和资本回报率拥有深刻的、经过历史周期验证的洞察。圈子有多大并不重要，精确知道圈子的边界在哪里才具有商业价值。当投资者被全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复杂的衍生金融工具或飙升的新能源概念所诱惑，一旦跨出能力圈的边界，他们就彻底丧失了评估企业自由现金流的能力。在盲区内做出的任何财务测算，都是毫无根基的空中楼阁。
没有准确的价值锚点，安全边际就无从谈起，投资行为便会退化为依靠运气的零和赌博。严格恪守能力圈，是对抗无知与贪婪的最强物理防御。1993年，Warren Buffett 受邀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发表演讲，系统性地确立了价值投资的4大实战基石。这4个支柱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闭环。第一，将股票确认为实体企业的部分所有权凭证，而非交易屏幕上的代码。第二，面对市场先生的非理性报价，必须保持绝对独立的商业判断。第三，利用悲观定价构建吸收未知风险的安全边际。第四，将所有的资本配置决策绝对禁锢在自身真正理解的能力圈之内。当这4项原则合而为一时，资本配置便从一场盲目的抛硬币游戏转变为利用现代商业理性强制压制远古生物学本能的客观纪律。现代电子化交易大厅与移动终端提供了连续不断的流动性，这种即时买卖的便利性会持续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诱导人们采取高频交易。而价值投资的内核却要求极端的克制与漫长的等待。它强迫践行者屏蔽市场中绝大多数的短期宏观噪音，拒绝群体狂欢带来的虚假安全感，甚至在自身投资组合短暂落后于投机泡沫时，承受长期的社会性孤立与同行质疑。在1999年至2000年初的互联网泡沫巅峰期，大量连基础盈利模式都未建立的初创网络公司，仅凭增加一个网站域名后缀，就在纳斯达克轻松获得了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惊人估值。当时，概念与流量取代了自由现金流，成为主流定价工具。那些拒绝买入这些无现金流资产的价值投资者，不仅面临业绩排名的巨大压力，更遭受了金融媒体长达数年的猛烈抨击与嘲讽，被斥为被时代抛弃的落伍者。然而，当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从2000年3月的5048点峰值，直线坠落至2002年10月的1114点时，超过5万亿美元的纸面财富灰飞烟灭。缺乏底层盈利支撑的资产被大面积出清，安全边际在这时发挥了保护本金的实质作用。真正的价值投资者只关注一项核心事实：持有的企业是否在持续产生更充沛的自由现金流，是否在扩大市场份额，是否在加固自身的竞争壁垒。这套纪律强制要求资本与现代科技文明的向上轨迹绝对绑定。通过在价格大幅低于内在价值的历史性节点，获取卓越企业的所有权，并伴随企业通过技术迭代和分工效率产生的真实复利共同成长。践行这套法则的最大门槛，从来不是建立多重嵌套的估值模型，而是在市场极度狂热或极度绝望，生物基因疯狂拉响警报的瞬间，依然能够按常识执行的纪律。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这一历史性节点标志着全球最大的人口群体接入了 3.0 科技文明的自由市场网络。在 3.0 文明的物理法则中，网络节点的数量和交互频率直接决定了财富创造的上限。中国不仅融入了外部的全球化分工，更在内部构建了一个纵深广阔的统一大市场。跨越960万平方公里的地理空间，中国建立起了高度标准化的基础设施，包括遍布全国的高速铁路网、超高压智能电网以及密集的现代物流仓储体系。这种物理层面的互联互通，大幅削减了商业流通中的交易成本。当一家企业研发出一项新技术或推出一款新产品时，它可以瞬间触达14亿具备统一语言和消费习惯的人口。庞大的需求基数赋予了企业强大的规模效应。在研发阶段投入的巨额固定成本，能够被海量的订单迅速摊薄，使得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明显下降。这种机制不仅在消费电子领域催生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智能终端，更在重资产投入的精密制造领域构筑了很高的行业壁垒。面对全球地缘政治摩擦与局部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市场时常担忧脱钩断裂的风险。
但从经济网络的演化规律来看，中国产业链早已在底层材料、零部件加工与终端组装等各个环节，与全球 3.0 文明网络形成了深度咬合。物理世界的分工有着严苛的成本与效率要求，任何试图人为剥离全球最大制造中枢与消费市场的举动，都违背了资本逐利与技术迭代的最优解。早期依靠土地与廉价劳动力积累的比较优势，正在这场深刻的网络融合中发生结构性变异。企业利用积累的庞大现金流，向材料科学、精密仪器和人工智能等深水区强攻。只要中国继续坚持开放与市场化原则，这个拥有海量活跃节点的巨型网络就具备持续自我进化和抵御外部周期的韧性。过去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每年向市场输送数以百万计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生。当前，中国每年新增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数量持续超越美国、欧洲和日本同类专业毕业生的总和，并且积累了数千万具备现代工业知识的高素质脑力劳动者。人口结构的底层驱动力正在经历不可逆转的结构性拐点，全面跨入由智力资本驱动的工程师红利时代。在现代科技创新领域，核心技术的突破往往不是依赖少数天才孤立的灵光一现，而是建立在海量工程试错与微小迭代的沙盒之上。现代工业体系的复杂程度呈几何级数攀升，无论是新能源电池的材料配方优化、光伏电芯的光电转换效率提升，还是智能驾驶算法在极端天气场景下的模型训练，都需要极其密集的高速智脑力投入。中国产业链能够在外围竞争中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其核心武器正是对工程师资源的饱和式配置。在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先进制造集群中，一家处于扩张期的科技企业能够在1个月内招募到上千名软硬件工程师，完成从图纸设计、开模测试、代码编写到中试量产的全流程闭环。这种物理空间上的产业聚集与高密度人才梯队的化学反应，将原本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研发周期压缩至几周。试错成本的大幅降低，直接拉升了新产品与新技术的迭代频率。庞大的工程师红利正在强力重塑中国企业在微笑曲线上的宏观站位。大批企业逐步摆脱对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组装环节的依赖，凭借庞大的研发团队强攻曲线两端的底层技术专利与高溢价品牌输出。从光伏产业的硅片切割良率突破，到高端医疗器械的国产替代，数以千万计的工程师群体将实验室里的数学公式持续转化为企业财务报表上不断增长的现金资产。只要理工科人才继续成规模的涌入市场，中国经济向高附加值产业顶端演进的动能就不会枯竭。这是支撑优秀企业长期盈利增长的真实燃料，也是现代商业竞争中极其稀缺的战略资源。庞大的统一国内市场空间与千万级规模的工程师集群交汇，构成了孕育卓越企业的现实土壤。中国经济的底层驱动引擎依然在现代化的轨道上稳步推进，但当前的资本市场却时常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悲观预期。这种宏观基本面与微观市场报价的显著背离，恰好为理性的资本配置提供了经典的压力测试场景。由于受到地缘政治博弈、房地产周期出清以及宏观增速换挡的多重冲击，交易屏幕上的市场先生再次陷入了极度的抑郁。大量在国际市场上持续攻城略地、资产负债表极度强健的核心资产，遭遇了无差别的估值压缩。许多企业的股票价格甚至跌破了其账面持有的净现金价值，市盈率与市净率被砸向历史低位。这种群体性的非理性恐慌，正是执行投资纪律的最佳窗口。股票的本质是企业所有权，当企业的竞争壁垒正在随着工程师红利的释放而不断加固，自由现金流持续充盈，甚至管理层开始利用充沛的现金进行大规模的股票回购与分红时，企业创造增量财富的机器仍在高效运转。市场先生爆出的跳楼价，不仅没有破坏企业的内在价值，
反而为买入这些优质资产砸出了足够深厚的安全边际。此时，投资者的能力圈边界显得尤为关键。在泥沙俱下的市场环境中，缺乏商业常识的参与者会被宏观叙事的悲观情绪彻底吞噬，盲目抛售手中的廉价筹码。而坚守在能力圈内的投资者，能够精准剥离财务报表上的短期噪音，穿透周期，洞察企业资本回报率的长期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利用市场波动的周期性错杀，以极低的对价获取优质企业的所有权，是在现代自由市场网络中兑现国家经济红利的有效路径。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是一本将经济学、历史演进与微观投资实践紧密结合的商业读物。它没有提供预测市场短期涨跌的捷径，而是将投资行为放置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尺度下。历史与数据已经证明，在 3.0 科技文明的正和博弈中，财富的长期增长来源于实体企业通过技术迭代与分工效率所创造的真实增量。面对市场中周期性的情绪失控，严格恪守安全边际与能力圈的边界，是普通人对冲生物学本能、合法分享这些经济增量的少数有效途径。而中国庞大的统一市场与源源不断的工程师群体，恰好为这种长期的资本配置提供了稳固的现实依托。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您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今天聆听这段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带给您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